2024年12月18日，上海某医院，一辆救护车悄悄停在了医院的侧门，没有闪光灯，没有粉丝，没有经纪人的声明，就那样，一个女孩被抬进了急诊室。你们不知道的是，那个被推进去的是中国娱乐圈里同时拿着宝格丽、娇兰、范思哲3个顶奢代言的女演员，是1年之内被品牌方争抢，被媒体称为与 quote95花商务一姐与 quote 的那个人，是无数 C-drama 粉丝心中化学反应最强、最不可取代的那个名字。她叫赵露思，而那天她的体重只有36.9公斤。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故事。赵露思出生在四川成都，1998年11月，一个普通的南方城市，一个普通的女孩，没有背景，没有捷径，没有人知道她会走到哪里。2017年，她以一个配角的身份出现在网络剧《凤求凰》里，没有人在意。那时的她就是几千个在横店排队等机会的女孩之一。但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是以一种很奇妙的方式变得不对劲。2020年，一部成本不高的古装喜剧《传闻中的陈芊芊》突然在全网爆炸。赵露思饰演的陈芊芊，笑起来像阳光，哭起来让人心疼，耍起来又让人停不下来刷屏。整部剧的播放量冲破天际，而她的名字第一次被所有人记住了。就在那1年之后，行业里悄悄流传着一个说法，与 quote 和赵露思演对手戏的男演员全都会火。与 quote， 这不是玩笑。2021年《长歌行》里，赵露思和吴磊搭档，2个人的 CP 话题在微博热搜上霸榜了整整1个月。2022年《星汉灿烂》，他和吴磊再次合作，豆瓣评分稳定在8分以上，成为那一年口碑最好的古装剧之一。同年《且试天下》，他和杨洋的化学反应让无数观众根本停不下来。娱乐圈的人开始用一个词形容她，女王化学反应。她不是那种让人觉得遥不可及的完美女明星，她身上有一种东西很难形容，就是真实。她会在片场哭笑不得，会在综艺里手忙脚乱，会用那双眼睛看着镜头，让你觉得她在跟你说话，不是在表演。而这种真实也让品牌方疯狂。如果你以为一个演员的价值只是出现在荧幕上，那你可能不了解赵露思的商业版图。2022年11月，宝格丽官宣，赵露思成为品牌代言人。你们知道宝格丽对于内娱女演员意味着什么吗？那不是一个普通的代言，那是一张进入顶级时尚圈的门票。在她之前，能拿到这个资格的都是已经在行业里站稳10年以上的前辈们，但宝格丽选了一个24岁的女孩。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得很快，娇兰，法国100年顶级香水品牌，官宣赵露思为代言人。范思哲，全球最有辨识度的奢侈品牌之一，也官宣她成为全球品牌代言人。百事可乐、乐事、斯凯奇代言一个接着一个，品类横跨高奢到大众消费，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有媒体统计过，2024年第3季度，赵露思是内娱商业价值最高的95后女艺人，没有之一。就在这个时候，一场无声的竞争也在上演。2024年秋，赵露思的《珠帘玉幕》和虞书欣的《永夜星河》同期对打。2部剧的热度几乎平分秋色，2人的粉丝在网络上吵翻了天。但更有意思的是，戏外那场与 quote 朋友圈互助战与 quote， 赵露思发动了28位明星好友为她的剧发声，其中包括肖战，还有从来没有合作过的鹿晗。你们不知道的是，这种人员在内娱里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如果我们把时间停在2024年10月，赵露思的人生看起来就是一个完美的剧本。爆剧、顶奢代言、圈内人缘、全球粉丝。但就在这个最高点，另一段剧情已经在暗处悄悄展开。如果你以为她一直是快乐的，那说明她演得太好了。2024年12月14日，赵露思在拍摄新剧《恋人》期间开始出现明显异常。但据知情人透露，他仍然被要求坚持开工。4天之后的12月18日，他直接昏倒，被送进了上海的急诊室。
12月27日，工作室发表声明，赵露思暂停全部工作，专注治疗。如果你觉得这是一次普通的过度疲劳，那你没有读到后来那篇文章。2025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赵露思在微博上发了一篇长文。她写道：2019年出现抑郁情绪，没有重视。2021年找了心理医生。2024年开始出现频繁干呕、眩晕等躯体化症状。她写道自己体重最低掉到了 36.9 公斤。她写道曾经被前公司老板打骂、扑啊，被拿走巨额与 quote 分手费与 quote 却不敢开口，只想逃。最后她写了这样一句话：因为作品被认可，感谢大家给的底气，我才有勇气说再见。那一刻，不知道多少人在屏幕前沉默了。如果你也觉得这件事值得被更多人看到，记得点个赞，让更多人了解抑郁症的真实面貌。世界各地的粉丝发起了话题标签，国际社群连夜撰写联署声明，呼吁外界给赵露思时间和空间。中国各大平台上与抑郁症相关的词条冲上热搜，不是因为八卦，而是因为数百万人突然意识到，原来那个一直在笑的人背后藏着那么深的黑暗。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黑暗之后还有第二幕。2025年1月25日，成都，一个穿着米色针织衫和红色短裙的女孩出现在一场品牌活动上。她拄着拐杖，但她站着。记者问她怎么样了，她想了一下，说与 quote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新的 slogan， 走一步看一步。我以前觉得这句话很消极，但现在我觉得它让我充满期待，因为你只有走到那一步，才会看到解决的方法和方向。与 quote， 然后他笑了一下，说与 quote， 最重要的是，我已经成功地爬起来了。与 quote， 评论区里有人写这句话比任何台词都有力量，有人写露丝加油，我们等你，也有人写看到他站着，我哭了。那是2025年的第一个月，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评论区告诉我，你是从哪部剧开始喜欢上赵露思的？2025年9月26日，许我耀眼在腾讯视频首播。赵露思饰演的许妍是一个用光鲜外表和精心编织的身世顺利嫁入豪门的当红主播，直到一切被拆穿，直到她不得不在事业和感情的双重低谷中重新找回自己。有人说这个角色简直是专门为赵露思写的，但你们不知道的是，赵露思是带着真实的伤疤去演这个角色的。她刚刚经历了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间，而角色偏偏要求她演出那种从破碎中一点点站起来的女人。荧幕上的许妍哭得那么真实，因为镜头后面的赵露思也刚刚哭过。许我耀眼播出后，热度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攀升。服装、台词、妆发，所有和许妍相关的内容一夜之间铺满了整个互联网。最终，这部剧成为2025年云和数据 S+ 评价作品中唯一一部突破6000万播放量的剧集。唯一一部，整整1年只有他一个。与此同时，宝格丽也在回应。2026年1月底，上海，宝格丽为赵露思举办了一场闭门专属活动， CEO 从海外特地飞来，现场只邀请了他一位代言人。他身上那件礼服来自 Ronald van der Kamp 2026春夏高级定制系列，在巴黎高定周发布仅3天就被专程空运到上海，让他成为全球第一个穿上它的人。内娱女星里，这种待遇是头一份。有评论说，赵露思用3年时间，从一个穿错衣服被批评的小花，走到了全球首穿高定的位置。但我想说，她用的不只是3年，她用的是6年的作品，是一次险些没能撑过去的崩溃，是那个凌晨在微博上颤抖着打字的夜晚，是拄着拐杖站在成都活动现场说出与 quote 我已经成功地爬起来了与 quote 的那一刻。所以聊到这里，我想跟大家说3件事。第一件事，抑郁症没有脸。如果你看过赵露思的采访，你很难想象那个笑起来整个房间都亮了的人，会在深夜里独自扛着那些。但她就是这样过来的，而且是一个人。